晚上好，今天最快的是一份思念呢。今天最快的是一份思念哦。欢迎一份思念，欢迎云林，欢迎三哥，欢迎小影，谢谢云林的灯牌，谢谢三哥的灯牌，谢谢云林的为你闪耀，谢谢小影灯牌。我怎么感觉我在有点流鼻涕啊？好搞笑哦！可能是最近在换季。我没重新染色啊，何出此言呐？何出此言呐？我什么时候重新染色的？我还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染红色呢，因为我实在是无法预测我染了红色之后会不会对我的账号产生很大的影响。谢谢大家灯牌，谢谢训成灯牌，谢谢二哥的灯牌，欢迎二哥，欢迎阿欧，谢谢灯牌，谢谢二哥的微闪耀，谢谢谢谢对的灯牌，欢迎老六，谢谢老六灯牌为你闪耀。你是男生老帅了？那也不会吧。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喵老师，喵老师今天来得早啊，谢谢喵老师的灯牌，今天来得早哦，谢谢为你闪耀。先买头套看不出效果呀？不是，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不是需要看效果好不好看，我是不知道会不会对我的账号产生影响，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东西是长远发展才能看出来的效果，不是你戴一个头套就能看出来的，你能明白我意思吗？谢谢喵老师，谢谢喵老师续费会员，呱唧呀！谢谢喵老师的续费会员，你真的很不错啊，你真的很不错啊，你真的很不错啊！谢谢妙老师的红牌微笑，谢谢会员，谢谢鸡鸡蹦的会员。晚上好呀，咆哮晚上好，风老师最棒了。什么？遇到个有钱中灯就去结了吧？你滚吧，带着你莫名其妙的话，滚出我的直播间哈！谢谢你啊，那你都是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了。应该不会吧，毕竟头型还是这个，我不好说啊，万一有影响了，所以我一直很纠结。而且我的应援色又是蓝色，但是我真的想染个红的试试看啊。你好啊，动物园园长。就是会更哇塞了，真的反正那个理发师跟我说应该还挺不错的。化妆的艺术你不懂就不要乱说好吗？对于画卧蚕这个东西不懂的人就不要乱说好吧？你试试挑点白发，我不适合白发啊，我真不适合我不适合浅发色，你能明白吗？
我不适合浅发色。染一绺，我染一绺，我有那必要吗？花一样的钱染一绺，为什么不把我想染的都染了？你只染一绺的话，我何必费那个时间费那个精力呢？欢迎兔兔，时间就是金钱。我染一绺干啥呀？我染一绺有何用处啊？没有任何用处啊！那能看得出个啥？那只会浪费我染那一绺的时间罢了。欢迎兔兔，晚上好。你天生卧蚕就卧蚕呗，谁天生没有卧蚕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没有，好吗？不行，我不适合浅发色。就是你不要劝我染浅发色，染浅发色，你凤姐真的会变丑的。你凤姐真的不适合浅色，我要不就适合那种明显一点、很跳脱、很鲜艳的颜色，要不然就是深色，但是我绝对不适合浅色。棕色都不适合我的，你知道吗？我棕色都丑的。我之前经常戴棕色的，之前2年前吧，反正以前经常戴那种棕色的假发，就是很明显就是不亮眼啊。主播的年龄是秘密，嘘，咋了？知道我年龄你能发财呀？知道我年龄你能发财呀？谢谢宝儿，一开播就亲吻，哇，哈哈，一开播就亲吻哎，欢迎演绎，哈哈，谢谢你的亲吻 ，kiss。什么？你要洗澡，给你守好门，不能让儿流子进来。OK。谁敢在演夜洗澡的时候进去，必被凤姐碎尸万段啊！你能用不仅鱼这3个字当个嘉年华刷给你吗？不能。薛之前染的灰色挺好看的，你也可以试一下。我不适合浅色。欢迎呆呆，欢迎呆总，谢谢呆总的鲜花，谢谢呆总续费会员，欢迎回家，谢谢。谢谢我们呆总续费会员，新的一年到了，让我想想能不能让我想想要不要制作一个新的一年的会员周边呢？你们有什么想法吗？集思广益一下。谢谢我们呆总的会员，你真的很不错，你真的很不错，你真的很不错。不是枕头就是蓝色间隔一点白色，我说的也不是枕头啊，我不会一枕头染发的，但是不适合我的就是不适合我呀。就是不适合我的颜色，不管它是不是一枕头，我都觉得不适合我。就如果说是为了出 cos 没办法的话，我还是会戴那样的假发的。但是你说在我自己的头上施展的话，那我不好说哎。但是有的妹妹棕色就很好看，但是你峰姐棕色确实不怎么样。谢谢，哎呦，谢谢，欢迎欧粉，谢谢欧粉的灯牌，谢谢上升的人气票，谢谢呆总的灯牌为你闪耀。谢谢我的灯牌，谢谢我们呆总的红包。我们呆总现在励志开播都发红包吗？这么励志，这么励志。欢迎多特，欢迎，续灯牌了，续灯牌了，不要再顶着你灰灰的灯牌跟我讲话了。
主播有没有人说你像王小有啊？但是那又不能怎么样。你峰姐还是你峰姐？谢谢这个这是企鹅头像吗？谢谢你的灯牌。哦，对了哦，下次直播的时候可以给你们看我，马上要到的那个上次的那个写真啊，可以终于可以拿到手上给你们展示了。展示完之后，当初没有发力的人他就该后悔了。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哦。欢迎龙龙，谢谢龙龙灯牌。我的会员宝子们对这个一点想法都没有吗？难得的机会哦，难得想要提出你们想要什么的机会哦。没有要求吗？没有要求吗？来，不想参与进来吗？不想在周边上留下你的小巧思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哦。我没收了好多，我没收啊。长得跟你朋友很像，这种话我听太多了。什么时候可以跟何润东联动一下？我吗？我的西。哦，我谁他谁，我还能跟他联动啥？鱼哥，哪个鱼哥？不知道你说的是谁？风扇桑，请亮起把你的灰灯牌亮起来，跟我说话，谢谢。同时开播，那么一招啊？那么我只能对你说，检验谁是你真爱的时候到了。同时开播，我只能说，看谁是你真爱的时候到了。别笑了，喵老师，你有何看法？别笑，你别光笑啊！你别光笑啊！你有何看法？谢谢我操小星星，你别光笑啊！啥看法？对于新一年会员新周边的看法？谢谢露露可的灯牌，欢迎，晚上好。谢谢呆呆的鲜花，因为我这个因为我也是那种有时候想一出是一出的人哈，就是如果大家都不是很响应的话，我会直接默认为你们也不需要哈，我就不做了。对，我就是这样逼你们。因为大家是最能反映一个人一个博主积极性的，就大家都没有积极性，我就没有必要去重视这件事情。我就是这么坏。Q 版玩偶娃娃是我50万粉的时候才会做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成本太贵了，我需要付出大量的金钱时间。说句老实话哈。我有想过 Q 版玩偶小风的，但是它绝对不会用在会员上面。我倒是挺想在我50万粉的时候制作一些出来。
然后在直播间搞50万粉活动的时候送。因为那个东西它成本真的很高，而且我不确定做出来长什么鬼样子啊。欢迎深藏，爆俩视频，那得爆多大的俩视频？那得是爆2条几十万的我才能突破吧？我就没爆过几十万的视频，我这辈子都没爆过，我上哪儿去爆俩视频啊？从何爆起呀？怎么爆啊？谢谢三藏，谢谢三藏灯牌。我倒是挺想爆视频的，因为其实最近涨粉完全是靠，就是其实我本身自身流量一般呐，但是抖音最近可能看我挺顺眼的吧，就经常给我上一下那种精选什么的，然后呢就会它的数据就会变好，就是抖音觉得还行的视频的话，它就会给你上精选或者这样那样的，它就会变好。然后呢，你在它变好的期间呢，也能顺道涨个粉，但是也就最多就是给你1天的时限，你能涨多少粉，全凭那1天的运气啊。只要你那个视频的第2天那1天一过，所有的东西都会停一下，就不管是点赞还是你涨粉，所有东西都会停。所以说，如果我能因为他给我上精选而爆1条几十万的视频的话，确实应该会涨蛮多的粉。但我该如何制作爆款视频呢？我觉得发生在我世界上很难啊，很难哦。对呀，24小时推流，就是从他推你的那一刻起来算24小时，其实不是从你的视频发出去开始的24小时。当然如果你没有上精选的话，那也就不用考虑你那条视频会不会爆了。还会想念我们那个舞团不叫2PG 舞团啊，首先我们不叫2PG 舞团啊，其次肯定是想念的呀，但是你想念也没有用，你也只能想念，你也不能怎么样，你只能想念。还能穿越时空吗？谁来给我一个穿越时空机器装置啊？让我调一下，然后现在就穿越时空，那很不错了。你上哪儿重建啊？你上哪儿重建啊？你要是想重建的话，那你努力，你加油吧。就是这么重要的任务你就不要来逼我了好吗？你先去把你先去把所有人说服了之后，你来重建。你看我有什么用？你别看我。用激将法没有用啊，你用这些方法都没有用啊。你有本事你去建啊！你看你也畏惧啊！你不能只动嘴皮子在这里让进每一个人的直播间，让他们建了之后，你一点事情都不做吧？你想建，那你自己去主导。欢迎苏打，谢谢苏打的灯牌。金云兄啊，你觉得是就是。找个摄影博主互动一下，那你去找啊，你去找了让大家来互动啊。就是我为什么要做那个出头的人呢？各位，你们在进行一些思考和一些事件，不管你们是真的还是开玩笑的时候，你们都要考虑到出头的那个人要顶多大的压力，好吗？没有人会希望自己是出头的那个人。
因为出头的那个人是最得罪人的。我你峰姐，你峰姐，你峰姐只想管好自己。谢谢兔兔点点星光。喵老师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有什么办法能快速的让大家组在一起呢？唯一最快速的办法就是这个，懂的都懂啊。只有这个东西是能打破一切所有不合理的东西和大家所有的想法，和打破所有的啥都不重要了。你这个是你的点赞也不少，为啥直播人数不涨？因为我的直播和我的主页又不是完全关联的，这是两个赛道啊。OK， 家人们不要把一个博主的直播间和他的账号强挂钩好吗？虽然你不能说一点没有关联，但是这是两个赛道。我一直在涨我看视频的粉丝，而不是在涨我看直播的粉丝，所以不要再说为什么你这么多粉，或者说你视频数据还可以，为什么你直播间的人就是这么少？因为那些粉丝我并不是因为我直播而涨的 ，OK 吗？能明白吗？我一直都是以视频为主在涨粉，这是两拨人，能明白吗？重合率很低的，能明白吗？谢谢良心月的灯牌，谢谢我们大总四鲜花，谢谢小菜狗的人 C 票，谢谢关注啊，谢谢无口的关注，谢谢这个恶魔头像的关注啊，欢迎啊哦。是的，不一样的，视频粉和直播粉不一样的，可能会有一些小部分的会重叠吧，但是大部分这是完全不同的。我本身就没有那么多看直播的粉丝啊，因为我其实大家看我这么久直播应该也看得出来我的心思在哪儿，对吧？我的心思到底是在直播上还是在做视频上，一目了然啊。我花给我做视频的心思显然是比我做直播多的，我本来就没有多在意在直播这上面有多大的造诣，所以没有人也是很正常的。谢谢呆呆人气票。你们不一样，你们属于是线下那种关联很强的粉儿，所以说你们直播也会看，视频也会支持，因为我们之间多了只是看直播或者只是看作品以外的别的羁绊，那个羁绊你懂吗？啊，你懂啊？不一样，你们属于第三类人。你们是属于是线下有见过有交流有羁绊的，不一样。你们又是不一样的第三类人了。咱们是有羁绊的，知道吗？有羁绊是不一样的，是有感情的。就不是说谁对，就不一样，对。欢迎爱吃肉，谢谢爱吃肉灯牌，谢谢苦苦糖灯牌，欢迎小死，谢谢灯牌。是的，我们有羁绊。我没签公司啊，哥们儿。第一，我没签公司，自己在做。第二，现在市面上没有几个好公司 ，OK。你根本就签不到好公司好吗？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凤姐没有公司，谢谢你。这个我一定要说清楚啊！你看我直播这么久，你怎么还能以为我一直有公司呢？我签谁了？我曾经有签过吧，被坑的要死。不要出去签公司，自己做的再烂，你都不要想着出去签公司，让公司给你做起来。
简直是痴人说梦。你还不如自己在家里摆烂呢，至少这样你可以避免一系列签公司之后的乱七八糟的问题。小峰最近还在成都欢乐园吗？成都欢乐谷吧？你是想问？最近不在啊，但是后面应该也会找时间再去他们团播玩吧。到时候我肯定会提前在直播间说，大家也可以顺道过来玩啊。你有事儿说事儿，你没事儿你搁那儿叫我，我理你干啥？你能有事儿说事儿吗？还有就比如那个生活中，那个现实生活中，你也不说事儿，你就对着一个人叫，你又不说事儿，那他只能把你盯着呀，他只能把你盯着干瞪眼儿了，等你说话噻。为什么要理你呢？最多就是看你一眼。你要是一直不说话，可能人家还以为你有毛病。因为天天白天都那么忙，一直以为有公司。你能不能夸一下峰姐？峰姐真努力啊！服啦，我真是服啦！谢谢分享直播间。你承认峰姐很努力很难吗？怎么第一想法是签公司？哇，签了公司才不会让你这么忙嘞！签公司你反而更闲，把你闲死，而且还约束你。你不仅闲的要死，你还挣不到钱。你又回来了，今天好职业，今天一点都不职业。要是时间合适就去城欢看峰姐。好呀，但是如果我只是去飞行嘉宾玩一下，你就大老远这么飞过来的，费用成本有点太高了吧，喵老师，这个成本有点太高啦。但是我有一个好主意啊，那比如说我连着去好几天呢，对吧？比如说我找一个连着2天或者连着3天的那种，哎，突然一下成本就显得没有那么高了，因为你可以来看2到3天，成本一下降低，哇塞！你特别喜欢什么？你特别爱没事叫人玩撩闲，啥意思？你们那儿的方言吗？云哥哥，你很努力的，好，谢谢你。风丧真努力，女强人好，谢谢你。哈哈，你还没给我解释啥意思呢？怎么就溜了？我有时候太方言的话，我可能不一定听得懂。是吧？这是个好主意吧？这是个好主意吧？非常好啊！我看最近妍姐不是又过去客串了吗？感觉我跟酱姐也可以约一约，找时间过去啊。反正就是出去认识新的人也是一件好事。多出去学习，开阔眼界，总是好事儿。是的。姜老师哪儿宅了？姜老师不宅，姜老师在我眼里可不宅啊，只是你们不一定知道罢了。我们姜老师旅游达人哪儿宅了？宅啥呀？我们姜老师旅游达人好吗？只是比较可惜的是，他如果能利用他的旅游，就搞旅拍就会更好啊。但是还挺难的，因为怎么说呢？
旅拍这个东西还真不简单。其实他跟我说过他挺想拍的，他每次旅游都挺想拍的。但是你比如说你是跟你的同行，或者说是跟你一个圈子的出去的话，就会方便很多，因为大家都懂你要干什么的，对吧？但是你比如说跟你的不是这个相关的朋友，或者说跟你的家人一起出去的话，他们其实没有那么理解你，而且你让你拍一个东西要花一些时间嘛，就是大家没有就不是干这个的人，他没有耐心，他根本没有耐心等你。我以前旅拍的时候带上过我爸妈，我爸妈就也没多少耐心。就我以前好多年前啊，有一次我去那个大西北环线，不是你们认识我之后的那一次啊，是再往前更早的一次。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是出去旅拍拍照的，都还不是出去拍视频的，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做抖音。然后我爸妈就是怎么说呢？怎么说呢？从哪儿说起呢？因为我们是有计划要去什么地方，要拍什么，要怎么样，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每天都相当于是工作了，就是每天都是在拍东西，就是为这个东西而服务。我本来就没想着要去玩了嘛，但是我爸妈又比较担心我不放心我一个人去，所以他们就一定要跟着。我说那也行吧，那跟着吧，行。但是你想嘛，你干你的事情之后，你父母就是他本身这个对这个东西又不是多了解的，然后呢他又比较无聊，关键是我爸妈又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呢，不是那种你去干你的事情，他去干他的事情，好到时间汇合 OK 就行了，不一样哦，一定要守着你，尤其是我妈，一定得守着我的那种。那哪怕你跟他说了，你今天的行程要干什么啊，对吧？但是他也不会去玩他的，他其实也没有旅游的心思，他就为了把我看着 OK 然后呢他本身就很无聊啊，然后呢我们拍一个东西做妆造什么的，我们也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呢家长就会在旁边催你，还没好吗？怎么还在拍啊？当然有时候我妈也是心疼我啊，因为那个时候去那个沙漠里面就是非常晒，然后又去这又去那儿，就是你知道大西北有一些地方就是他们还也然后我就在那个我也比较敬业啊我不是那种特别偷懒的人哈。然后呢在那儿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嘛，我爸妈肯定也比较担心我，万一被晒脱一层皮啊就一直在催我们，怎么还没结束啊，别拍了，到最后变成不准我拍然后就导致那趟行程吧，我们也还是拍到了一些照片吧，但是就是说你没有拍的特别的爽，因为你还要照顾老辈子的情绪，你就没有拍得特别爽。谢谢阿斯巴库的比心灯牌，欢迎阿斯巴库，谢谢比心，谢谢灯牌，离我点亮比心又进一步啦，现在差5个比心就可以点亮喽。旅游搭子最佳3人组织的，提供情绪价值的后勤车厢的，这看人吧，其实还好。哎呀，其实我就看你那一堆人是不是以一个目的去的，你是以一个目的去的，那就无所谓。谢谢 Together 的灯牌，不然的话你们肯定是会有会有一些小冲突的，因为你们本身去的目的就不一样。峰姐西藏去了没？没去，我没有去过西藏哦，没有去过西藏哦。大部分长辈更喜欢下车拍照、上车睡觉的模式。我爸爱玩，我爸可爱玩了，我妈就对这个玩吧兴趣还真不是很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不爱玩啊，反正每次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对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感兴趣。然后我爸又是那种爱玩的，就老是想开车拉着我们出去耍。然后我妈就觉得啊，好累。有什么好玩？然后我妈每次听到就好累啊，到底有什么好玩的？而且我妈很自律啊，我妈特别自律，因为她就是常年打太极很厉害的师傅，谢图的灯牌，她非常的自律。她每天早上很早就会起床开始晨练啊，然后哪怕是我们出去旅游，她都会起来晨练的。就那个西北环线那一次，就是依旧是很早就起来晨练了。但是呢，他看到了很美的那个就是日出的那个后面的那个红色的那个云，那个天，那个叫什么啊？我不知道叫什么。因为晚上那个太阳下山叫晚霞嘛，那个早上的那个叫什么鱼肚白什么玩意儿？哎呀，反正就是那个东西特别好看啊！就是说那趟旅程只有我妈一个人看见了，我们所有人都起不来，只有她一个人出去看到了如此好看的天空。风车车，你被莫名其妙的甩了，连续失眠，为啥？为什么莫名其妙甩你啊？是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把你当备胎啊？我不该笑的，但是有点同情你啊，不然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甩你？只能说他早就想甩你了，不然怎么会如此莫名其妙呢？突然想到高中历史老师说，有些人的旅游模式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到了景点就拍照，一问什么不知道。哦，确实啊，有一些是这样的。为什么你的评论区都是那些不好看的照片？你该问的是他们，你不能问我啊，又不是我发的，可能他们觉得有意思吧。谢谢 AYNZYD 的灯牌。你问我干啥？你还问我2遍，你还质问我，你还质问上我了，你以什么身份质问我？我请问呢？根本就不是我干的事情，你问我有用吗？真是谢谢你啊！欢迎梦明。兔子小时候全家出去玩，妈妈喜欢拍照，让你给她拍照。感觉大家对拍照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有激情吧，也不能说很有激情。我小时候是超级讨厌拍照的，我去一个地方我都懒得合影留念的。但是现在因为工作原因嘛，我出去旅游只会想着如何拍我的好看抖音小视频，不然我将觉得这趟旅游毫无意义。嘿嘿，就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还好吧，也没有严重影响我漂亮的形象啊。大家眼睛又不瞎是吧？是我真的丑，还是故意截的丑的东西？你们难道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吗？既然有分辨是非的能力，那就不会影响我漂亮的形象啊。又不是我长那样，有什么好影响的？你说我要是真长那样，人家揭露了我的短 ，OK 啊，我承认，那就影响了。那关键是你长那样和截图截出来的，眼睛又不瞎。你眼睛又不瞎，所以说有什么影响？欢迎花落知迷离。你有时间在这说这么多，你要不你就去改变现状，你去跟他们讲，你跟我讲没用啊。我又不能入侵他们的账号，你没有必要纠结这个呀，你纠结这个干啥？这种小事都要纠结，难以成大事，难以成气候啊！这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提都懒得提的小事。
早期发的多的时候，我可能还得问一下为啥大家那么喜欢发，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而且你现在看到的已经是很少一部分了，都没有当年发的多。你往好处想，这也是为我增加了流量啊，对吧？你别管那是个什么流量，而往好处想，给我增加了热度，那就是好事，对吧？在不犯法的情况下，增加了我的热度，那就是好事。那会儿风扇在走离谱的人设，还好吧？哪里离谱了？哪里离谱了？我请问，离谱在哪儿？哪里离谱啊？给你们带来了快乐，是不是？别不承认我给你们带来的快乐啊！咋了？不想要快乐啊？把你们快乐收回来。小峰最近又复工了，何来复工一说？我一直都在工作，只是说直播确实是最近又开始播了，但那只是我工作的一个部分，这并不是我主要的工作啊。谢谢陈六你梦灯牌。漫展轮大岛挺快乐，真挺快乐。我跟你们说，比美女去漫展管用。哎，真的，我不是有一次出了那个不经允许那漫展去线下玩吧，我都没抱什么希望，我只是就这么出着去玩而已嘛，也没想着干啥，就是转一圈嘛，也不干啥。哎，你猜怎么着？我从来没有想过步惊云在漫展上的人气竟然如此之高，因为没有人在漫展出过步惊云，其一没有人在漫展出，其二更没有女生在漫展出，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会有，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个角色会有热度，你知道吗？大家一般去漫展不就是去拍美女的吗？去拍美女的，去拍穿的少的，对，说点不中听的，很多人去漫展就是奔着拍穿的少的去的啊，咱就说有时说点大实话，然后我就没想过会来找我，你知道吗？我靠，我都惊了，就他们真的就是真的很多男社过来找我，就是去问我你出的步惊云吗？我说对呀，他说哇疯了，他们眼睛都亮了，哇哇，然后就哭一顿拍，拉着我就哭一顿拍，很热情啊！我说哇哦，我惊呆了，哇哦，步惊云这么有人性吗？我感觉他们就是眼里都有光了，感觉他们就是人生突然充满了希望的感觉一样，你知道吗？就感觉本来无聊的人生突然哇活过来了，就这种感觉。谢谢夏天来了的灯牌，感觉小峰挺呆萌的，有时候确实是啊，因为我脑子不太好啊。欢迎 to me。出去玩发现现在的女粉就是很疯狂的呀，女粉就是挺有一些圈子的女粉确实比较疯狂啊。好久不见了，夏天。99，哎，真的就是那种给我的感觉就是哇，99成儿稀罕我。OK， 这位郑先生，欢迎你，晚上好。欢迎向正。摄影来漫展不一定非要拍穿的少，主要想拍自己喜欢的。我能跟你说点老实话吗？你说的这种人太少了，你说的这种人少之又少。咱就说大大小小的漫展我也不是没去过，
有一些是为了拍自己喜欢的，但是还有一些摄影啊，我不好说哈，那个我不好说哈。老鼻子，我不，你不要那个啥子，就是拉到我吃火锅，谢谢你啊。是先见到你真人，然后才刷到你。你是在哪里见我的呀？是欢乐谷吗？还是在别的活动现场呢？不管什么人、什么行业、什么圈子都有好有坏，但是很多去漫展上的摄影都是奔着撩妹儿去的，我都不想说。就是正经摄影，正常人，他是个正常人，是个正经摄影的太少了。欢迎熊坤聊到啊，你都不说去漫展的了，你那种很多约拍的也是。我感觉现在就是正经约拍的人都快成异类了，因为很多摄影，他为什么来干摄影，他自己都不清楚，他就觉得因为能拍很多妹妹啊，就是啊就可以认识很多漂亮妹妹，然后可以了解，可以接触，可以耍朋友嘛，就是很多人他根本都就是自己为什么要来干这个，他都不清楚，他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好接触女生就过来了。我就是这种人太多了。你是卖饼的老板，山河明月，山河明月醉酒城，哇！欢迎你，晚上好。祝你的生意兴隆，希望你今天发财。比如我看到有人 cos 喜欢的角色好还原，就喜欢拍。我也是啊，我看到那种特别还原的我也很喜欢。我希望这样正经的摄影多一点啊，少一些那种恶心摄影啊，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那说明你也被撩过，那不是很正常吗？漫展上的大部分女生都被撩过吧，很正常啊。你去一场漫展，来家里聊天方式的不在少数啊。突然又想起了你挑冰嘎，怀念了，难得。现在已经没人提我挑冰嘎了。兔子其实没去过漫展，自己在屋里接触了十几年二次元。那你是真的非常的那种比较宅的那种了。就是要给人家拍出好东西。哇塞，我跟你们说，好多人拍出来的那真是，哎呀，我说他拍出来的是个屎，我都已经是在抬举他了。我遇到过太多很自信过来加我的联系方式之后就开始约我拍照人，完了之后拍出来又一坨屎，我也不好说他什么的，太多了。深受其害，不讲，真的给我气半死，又浪费我时间，真气半死。而且他们有的人跟你聊天的时候跟听不懂你讲话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感觉他有聊天障碍，你跟他讲话他听不懂。哎呀，好累啊。谢谢你很甜的关注，漫展有变态吗？哪儿都有变态，什么地方都有变态。对，又是我，对，有空了过来看表演，刚好看到你。谢谢关注。
你好，集个邮，集个邮很正常啊，集邮是很正常的，集邮又无所谓，集邮这个又无所谓，不要对集邮有什么偏见啊，集邮是就是正常想给你集个邮罢了，只要你是礼貌的，对吧？欢迎饭团卷饼，你不是那个欢乐谷女团了吗？解散了，解散了，不讲不讲。是不是有些侮辱摄影这个行业了？对啊，我每次遇到那种摄影的时候，我就想说，就是非常的拉低大家对这个行业的印象，因为就是每个行业肯定都有好有坏嘛。但是你碰到这样子的摄影，就是说，因为我本身做我这一行，就是我对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是完全不了解，所以都还好，我是能辨别的。我也不会以它来代表这个群体，但是如果你遇到完全对这个不懂的怎么办？完全对这个东西不懂不了解，一来就接触到这样子的摄影的话，他就会对这个行业有偏见啊。谢谢车车的灯牌，欢迎车车。啊，哪个欢乐谷？之前去过天津欢乐谷啊，现在不在欢乐谷啊。集邮是很正常的，没有说集邮就是拍合照而已呀。怎么扯到集邮上了？集邮不是很正常吗？谢谢琼楼的小星星。妍姐不是飞行嘉宾吗？他是加入还是飞行嘉宾啊？这两者区别很大，一个是加入他们的团队就是他们的人了，一个只是作为飞行嘉宾偶尔过去玩，这两者区别很大。常驻了刚说的哦，那也是常驻飞行嘉宾吧。我提到漫展这个，我就是延伸出了很多话题啊！你就不光是摄影了，包括 coser 也是，就是因为一些擦边福利机，你们知道福利机是什么吗？就是让很多完全不懂这个行业的人对这个行业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刻板印象，或者说是非常的误解这个行业。峰哥也飞一飞啊，有机会去呗。因为你跟娱乐挂钩，你跟一些就是跟有些东西挂钩之后，你那里面出现了一些投机取巧，或者说是为了流量博眼球，甚至是一些灰色产业什么的，就是你外面的人，他通过这种东西来了解了之后，就会对这个行业产生看法。但其实这个行业它又不是这个样子的。线下步惊云真的是互动性很强。谢谢宝儿，必须高强度互动啊！难得来看我，难得有人来看我，必须高强度互动，知道吗？我一直觉得你肉肉的，我确实是有一点肉啊，我的大腿还有就是我还有我这一块其实肉还蛮多的。真的吗？我线下超级瘦吗？没有，我只是做这一行时间久了之后，懂得如何穿适合自己的衣服，
把自己不好的地方遮一遮罢了。谢谢酒杯的灯牌，谢谢我在等风，等你的灯牌。是的，那种就是尤其是年轻小姑娘很容易被诱惑，因为确实是来钱太快了，就是会走弯路啊。谢谢 Divo 的灯牌，谢谢关注，谢谢 TVN 的关注。人家卖写真大卖特卖真没法说，他要真在网上自己搞 OK 啊，实在不行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关系，那我也不能怎么样对吧？我能把他抓起来吗？啊，你也没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这一小部分的人他跑到线下来就不应该了吧？哎，你比如说一个大人领着自己的小孩，让小孩喜欢这个东西再去漫展上面玩哈，开开心心的去了之后，哎，第一次去家长也不懂，本来对这个东西没抱什么偏见哈，一进去运气他有就这么的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个刚好来线下搞点东西的福利机，穿成那个样子，在那里做一些动作，一群摄影在那里啊这样那样的拍啊，我靠，你觉得那个家长以后还会让他小孩来吗？可能他回去之后还要举报呢，我要举报这个行业，我要举报这个漫展，教坏小孩。咱就是说你真想玩，你自己在网上偷偷摸摸的对吧？不要搞到线下来。你线下真的就是8张脸了？没有，我觉得我的脸很大，宝宝，真觉得我的脸挺大的。谢谢下个冬天的小星星。主播赚得多吗？每个行业都有赚得多和赚得低的。赚得低的甚至可能饭都吃不起，赚得多的那咱就不讲了，那些头部主播嘛。其实大部分主播都不怎么赚。谢谢非凡的关注。小峰脖子下面挡一下，我怎么挡？这是这个衣服它，我怎么挡？哥们儿，我怎么挡？我请问呢？就是那么首先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挡呢？我又没干什么，你这样搞得像我在直播间干啥了一样。我认识几个主播，一开始做语播不挣钱还累，都转行做带货了。带货确实，现在很多主播确实都带货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行啊，怕你暴露危险。其一，我不是擦边主播，我不会故意去做一些会让自己暴露的行为，所以其实不太用得着担心这个。因为我不是那样子一个故意的人，你知道吗？我如果是那样故意的人的话，你就算在我这垫一张纸都没用。我如果是那样故意的人，你就算在我这儿垫一张纸，我都会想方设法的搞小动作。前2年专门去欢乐谷看小峰他们几个的，谢谢你。最近很少看你去漫展了，好累，说白了就是好累，不想去，因为你现在很难有纯粹的热爱
让你去纯玩了，你的激情已经耗尽，你在这个行业，你把这个行业当做你吃饭的饭碗之后，就是你在这个行业混久，因为你变成你吃饭的东西之后，就是你不可避免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激情去纯进行一些热爱活动。所以我就很少去漫展，因为你真的不可避免的，就是你一定会把你身边的很多事情拿来跟利益做对比，你就是很难去把它跟你生活中的各式各样的事情，你都很难纯粹的不考虑任何的利益去做了，你知道吗？其实我曾经也是有漫展必去的人，可能也会搞一些很华丽的装备去吧。但是现在比如说有一个漫展的话，或者说谁约我去或者怎么样的，我其实第一反应是在权衡我去这一趟值不值，有没有用，都就是没有以前，说白了就是没有以前这么热爱了。我第一反应是，如果我真的要去的话，我应该穿什么衣服过去拍抖音呢？我的第一想法还是如何拍抖音运营账号，你知道吗？但是呢，我又很明白的知道我的账号上发二次元向的内容它是没有流量的，然后呢我就会觉得好麻烦，不想去。谢谢下个冬天的小星星。还来天津不？有机会的话来，有机会的话。逛漫展比军训还能走，但是还好了，如果你真的就是比较有激情的话，你虽然觉得累，但是你也是开心的。反正一般去漫展就是一双铁腿在那里从早走到晚啊，而且是不吃不喝。大部分人去漫展的状态都是很早就起来开始装造，然后就去，而且他那一整天除了漫展结束之后，他是绝对不吃不喝的铁人。然后在冬天的时候被冷的要死，在夏天时候被热的要死，因为你们也知道动漫角色的都不是那种很保暖的衣服啊，不管你穿，就算你穿的多它也不保暖，这动漫的衣服它就长这样。大家都看过动漫吧？感觉混这个圈子都是铁人啊，铁胃铁人，铁的身体。之前你不是跟紫银酱来过一次吗？对啊，之前跟紫银酱真25年年初的时候，是25年年初吧？不是24年年初吧？25年年初吧？对，1月的时候来过一次。哎，是25年年初吗？我怎么感觉像24年年初一样？主播做啥工作？全职博主。那哈基风现在热爱什么？哈基风现在热爱什么？其实我自己都有点不太清楚我现在热爱什么，但是呢，对这个肯定还是喜欢的，还是热爱的，只是说没有以前这么热爱了。但是如果我一点热爱都没有的话，我也不可能坚持得下来嘛。其实兔子不靠二次元吃饭，现在这方面接触的也少。正常，因为这个行业很难吃饭超难吃饭的，最难吃饭的行业之一啦本来就是小众爱好。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我的账号大部分的粉丝群体也不是混这个圈子的，大家也不是多了解，所以其实我虽然我是那个圈子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把那个圈子的东西搬到我的账号上面来。其实我
也不完全算是把我的爱好当成了工作。我要是真把我的爱好当成我的工作，那我的账号里面就不会拍那么多的抖音小舞蹈了，那我的账号上就不会全是日常的衣服了，懂吗？就其实我并不完全是把爱好变成了工作，这也不完全是我现在的工作不完全是我的爱好，因为我真正喜欢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就是它支撑不了我的账号。冬天穿的少真的是考验身体，对，感觉大家都是铁人，而且比如说像出外景，你拍什么东西或者干嘛的，就你完全就是太阳底下大暴晒，一晒一整天。冬天的时候在那个冷风里面，光这个胳膊，光这个腿，光这个腰，冷风一吹就是一整天，那能怎么办呢？收着呗。主播159，简称160。应该是工作压抑了爱好。有一定程度的压抑吧，我觉得我现在都快被除名了，我在我自己的心里面我都不算是一个纯正的这个行业的人了。哎呀，我要被逐出宅5级，我要被逐出2次元级。我现在我感觉跟他们都比较割裂，因为我这边的粉丝群，就是孕育出来的粉丝群体就跟那个不是一类人，导致我没有办法进行那一方面的创作。之后就是我肯定会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适合这一类人的创作上面。之后其实我跟那个社会是比较脱节的，有时候我身边的人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懂，我觉得我都跟这个圈子脱节了，我觉得我都不算这个圈子的人了。但是呢，我接线下活动又要依靠这个圈子接线下活动，你就很矛盾，你知道吗？非常矛盾，我没有办法去接除这个圈子以外的线下活动，你们发现了吗？就是我一开始是这里的人，但是呢，我孕育出来的粉丝群体呢，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是依附于这个的人，导致我没有办法进行这一部分的活动啊。那也还好嘛，对吧？但是呢，我接线下活动又接的是这里面的东西，好割裂啊，很割裂，你们知道吗？很割裂。然后呢，我每次因为线下活动吸引到的新粉，你们也知道去那种场合的粉丝是什么群体嘛？他们线下看到我了，觉得很棒很不错，因为我表演的东西确实也跟这些比较挂钩，然后开开心心来关注你的账号之后，他会发现跟他想的不一样，因为我账号运营的群体并不是喜欢这一类东西的人，然后我线下就算是在这一类东西里面吸引了新粉过来之后，他们会发现我的账号并跟他们想的并不一样，我好像也不是很二次元嘛。太割裂了。谢谢 RAYMOND 的灯牌为你闪耀。之前出的绝区的皮衣看着就热，哇，皮衣超热，超级热的。绝区零那个还好吧？绝区零的妮可吧？你说是？我觉得那个还好。他不是给你一整个皮裤，他那个步惊云的皮裤才热呢。步惊云的皮裤热的我死，那就是个夏天。我假如那天不是被热的快中暑了，真的有可能来这边的粉丝就能看见我了，因为那天刚好当时那个布尼他们也有活动嘛，然后那边还有水舞什么的，本来很多人去完漫展之后都要去水舞那边玩的，我本来也是想去的，我真的被那身衣服快
整死了，就是我裤子脱下来都在往外面倒水的，就那么严重啊！我真的我感觉我就中暑了啊！我真没办法，我就走了，不然的话我说不定也能过去水舞一下呢。我发现小峰走性感路线很有流量，这个谁不知道啊？谁走性感都会有流量的，谁走性感都会有流量的，包的。但是我并不想把我的账号变成一个性感账号，因为你一旦性感了之后，你一定会吸引一些爱看擦边的人，你知道吗？即使你并没有有意的去擦边，但是你一定会吸来一大批这样的人。我不想让我的粉丝里面充满这么多爱看擦边的人啊！哎呀，因为擦边它变不了线啊，你能明白吗？擦边不能变现。甲方投自己的产品的时候，也不会去找擦边账号，除非他要推广的那个东西本身就有点不清不楚了哈，咱就不讲了。一般正常的推广，他也是很少会去找擦边账号的。欢迎蓝色大胖胖，谢谢2YM点为你闪耀。我知道现在谁不爱看抽象呢？但是我没有什么搞抽象的特别好的点子啊。谢谢橘的灯牌。听说现在新二次元圈内规矩特别多，所以你就算总在这个圈子也不见得舒服。不讲。哎，说起规矩，我有点不懂现在的小朋友了，他们规矩真的很多。现在新一代真的规矩多，超多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已经完全变了，就是看完就走是吗？对啊，看完就走啊。擦边需要直播间变现，哎，苗老师这个说的言之有理啊，就是作为一个擦边账号，变现最快的就是直播擦边了，那个钱是对他们来说可能来的最快的。思路清晰，那必须清晰啊！一堆缩写不知道的，还以为搞谍战片。至于为什么你们进我直播间看大家的 ID 名都是就是缩写，就是看不完是谁，这个也说来话长。因为我以前被身边要好的朋友非常信任的人，就是撬过粉儿啊，所以说我才在我的直播间设置了你不能看人家的 ID 的功能，这样你就是一定程度的减少了就是有那种心怀不轨之人来私信你的粉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哈。真的是给我长了一个非常沉痛的教训，我就不说是谁了，但是就是给我长了深刻的教训啊，非常深刻的教训。吃我的住我的用我的撬我的粉，这对吗？这不对吧？我真的很冤种，而且他现在还混得还挺不错的，我说起来就来气。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能多眷顾一下本分的老实人？也不能说本分老实人吧，就是为什么不能眷顾一下就是没有干什么太大伤天害理事情的人呢？有时候峰姐就比较不服啊。其实你是我颜粉哈基风，谢谢你喜欢我，谢谢你。想看小峰穿女仆装，哎呀，我想买新女仆装了，以前那些女仆装我觉得有点太老旧了。
我想买新的好看的穿。机器人？什么机器人？哪个机器人？哪里有机器人？你们你管得值不值得呢？谢谢同学们的小星星。你们不可能知道是谁，因为那个时候我都没经营，我都没有经营抖音。你们不可能知道我说的是谁的，你们根本就不认识那个人，那都是我很久之前的事了。那个时候我还在小破站直播呢，你们根本不可能认识。他想说谁我不知道，但是我说的这个人你们不认识。可能会有无意中认识他的人吧，因为他也现在也是还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可能会有认识他的人，但是不在我这些年的交友里面啊。我们镜子老师还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我们镜子老师非常值得尊敬，非常努力的一个人啊，我是非常尊敬他的。我还想着有机会去找他玩呢，他现在不是在重庆吗？想找他的话也比较方便。谢谢生命树的灯牌。你们不认识，你们不认识，你知道他有多过分吗？哇哦，太精彩了！他撬粉，他不止撬我一个人的，他把身边的一圈人都撬了个遍。但是呢，我是那个最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还吃我的用我的，哎，我是那个最冤种的，而且我也是他妈心善，人不能太善，人善被人欺，知道吗？人善被人欺，人不能太善。太善要闯祸啊，会给自己留下祸根啊。我好心好意的借一些衣服给他穿嘛，因为我确实3坑的衣服比较多。你猜他怎么着？他直播的时候还要偷偷的跟他的粉丝说，就是那种有点绿茶，就是很茶味儿都快溢出来了。但是他直播间的粉丝可能比较吃这一套吧，反正就不来骂我2嘴就不错了。嗨，就是很搞笑，他会直播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就是跟他粉丝就是说，就是类似于，我不知道原话是什么哈，但是类似于说，哎呀，小峰有好多好看的衣服啊，他柜子有好多衣服啊，我都没有，就是感觉他应该他的意思是想说，他就是他想给粉丝表达的意思是，可能感觉他也不怎么需要你们去给他刷钱吧，感觉他应该挺有钱的嘛，就是哎呀，就是他就要制造一个他非常穷的人设，就是然后我呼吁那些粉丝，就是意思就是让他们都刷给他，对，就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模仿，给我气笑了。就是哎呦，我感觉他哎也不怎么需要你们的帮助，就是他家里衣服也很多，然后他有时候还把就是然后呢，然后还会拿衣服给他穿啊，什么什么的，他好羡慕啊，他都没有钱买这么多好看的衣服，这是言外之意，你们有钱都刷给我吧，不要去支持他了，他可能不需要你们的支持。OK，
其实当年我也不敢在直播间吐槽，但是都过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的粉丝也换了很大一批人了，所以说是没有人知道我在说谁的，那我就可以放心大胆说了。只要我不提他的名字，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说，因为过去很多年了嘛，我的粉丝也换了好几批人了，也不是当年那批粉了。谢谢西小鼠质量检测员的关注，谢谢，记得填写名字呀，关注。谢谢灯牌，谢谢无孔不入灯牌，谢谢西小鼠灯牌。当初在天欢看你们一起演出，那种时候回不去了，没关系，我们会创造新的羁绊的。咱们就是说人都要向前看，万一以后会有更好的和大家见面的方式呢，对吧？那个叫咸鱼少女队，什么咸鱼妇女队，那是咸鱼少女队，哥们儿，那个叫咸鱼少女队。咸鱼少女队也很难聚在一起啊，大家都很忙，我感觉3个人在3个不同圈子，根本没办法聚在一起。哥们儿，你们都不认识，就在这里瞎猜，是想造谣吗？你们要是真那么热爱于造谣的话，我都多余给你们讲有的没的。那都是4、5年前、5、6年前的事情了。你们在这里造谣有意思吗？我请问呢，信不信我把造谣的人全部拉黑呀？啊，我拉黑了你们就高兴了是吧？你在天津很漂亮，谢谢。谢谢鱼子酱的为爱发电。能不能不要给我招黑呀？你们可是给我招黑，万一被别人曲解了意思发出去之后，你们有想过我的后果吗？我都跟你们说了，你们不认识，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你们哎呀，真是不讲。你们既然喜欢听八卦，喜欢听故事，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听。那么你们要是在这里瞎猜不想听的话，那我也懒得给你们讲了。你们要听，你们就规规矩矩的听；你们不想听，就不要在这里瞎猜。要听就规规矩矩听，把嘴给我闭上 ，OK 吗？能不能做好一个听故事的人该做好的事情啊？既然我能跟你们讲那么多年前的事情，那就证明这个东西就是你们完全都不可能知道是谁我才会讲的。哎，如果说是还能让你们猜到是谁的话，我是那么蠢的人吗？我还在直播间跟你们讲。哎，凤姐也没这么蠢吧？如果那个人你们都认识还能猜到的话，我会给你们讲。我在你们眼里这么蠢吗？谢谢云灯牌，谢谢喵老师的灯牌为你闪耀。相思型老粉了，没事儿，你不取关我就挺不错的。谢谢兔兔，谢谢兔兔点点星光，欢迎猫咪，晚上好。你们这个样子我要去告状了哈，你们这样子我真的要去告状了哈。哎，有些人哈跟那个听不懂讲话一样。我又不是见不到他们，我直接去他们面前告状。所以有人在外面说他们坏话，所以有人在外面造你们的谣，笑死！
对啊，你关注我好多年，粉丝排才3级哎，加油努力吧！哪怕是挂10场也能涨灯牌等级的。谢谢大家总灯牌为你闪耀。谢谢关注，谢谢用户7143的关注。啥声音啊？我怎么听到什么声音？是外面的声音吗？听到一些嘈杂的声音。大家什么时候才能懂？就是人不能既要又要吧？人真的不能既要又要。这样我刷到很多互联网上面专门讲故事的故事博主，就那种我关注很多那种粉丝投稿博主演绎以第一人称讲故事的博主。他们也很无语啊！每次讲故事的时候，总有人都跟他说了，都跟他说了这故事咋来的了。但是有的人就跟那个脑子不太好啊，感觉可能小脑发育不完全啊，就在那说有的没的，真的很搞笑。头发喷了发胶的呀，你肯定要喷发胶定型啊。哟，就3-5件就我们啊，真假的？天哪！哎呀，说起来咬人猫是我就是当年最喜欢的5件啊，我现在已经算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当年我刚入圈子的时候，是因为喜欢咬人猫，我才开始跳宅舞的，才跟这个结缘的啊。听说搞笑，你东包 P 图，他老是把你 P 成猪头，为啥？你跟他说什么了？现在确实没有那么流行微博了。早期的时候，因为没有抖音，没有小某书，没有这些软件嘛，就是大家肯定都往那个微博上面嘛。而且微博有时候别人不知道你是谁，就有很多人就把那个地方当做，就是因为有一些话你又不能在朋友圈说，就把那个当做一个发泄口，就会有很多人在上面吐槽一些事情。小峰姐姐真的好美，谢谢。可能你的词儿不够严谨，他没有明白，或者说你把你的那一句话再写细致一点，毕竟它是个 AI 嘛。OK 啊，那么话又说回来呀，刚刚我讲的那个人啊，那只是他众多可恶的事件里面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件啊。我都不说，我身边还有朋友悄悄发现他，就是一般我给他穿什么衣服，我是会就是我是知道的嘛，对吧？就是说我肯定是不接受你在不经过我的允许下穿我衣服的，对吧？你跟我说，我肯定会借你穿。而且当时就是有一些活动需要有些衣服他没有，我也会借给他，就是有钱一起赚嘛。我的想法就很简单呀，反正这样的话，在那个赚钱的就是在那个活动又多一个我的熟人跟我一起搬砖的话，就是你工作的时候身边有朋友，你肯定会更开心嘛，对吧？我也不会想那么多啊。只是有一次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在漫展上遇到他，因为我不在，我当时也不在家，然后呢
就是后面那个朋友悄悄跟我说的，他说他应该是没有眼花，就是看到那个人穿了我的衣服去漫展，但是我是不知道这个事儿的，那么就等于说是他偷偷穿我的衣服去漫展玩儿，就穿我的衣服戴我的头饰，然后去漫展玩儿，但是我找不到证据，所以说我也没去找，我也没去找他麻烦哈。因为你做事你要讲证据嘛，我也没有证据，我也没办法找他麻烦，我只能说是算鸟，穿个衣服嘛，对吧？我也只能说是算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多大个事儿，你穿我一件衣服嘛。那个时候我在小，那个我在那个时候我又不在这儿直播嘛。哎，真的，我为什么现在直播会开启这个不让别人看你们是谁这个功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啊。就他会来你的直播间蹲着，一句话也不说，就蹲在你的直播间蹲着就看着，他也不会说话，也不会跟你互动啊，你也不会在意啊，你就当是你的朋友刷到直播了进来看看嘛，对吧？哦，但是他不一样哦，他会仔细研究你的直播和你直播间的人，他会每一次直播都来，然后从你直播一直待到你下播，他也不说话，他就一直待着。但是他不是白待哦，他会认真分析你直播间有用的人，待到一定时机的时候，他就会下手了，他就会去私信，对，他会直接去私信那个有用的人。就开始搞，他就会开始搞小动作，然后最后把他挖到自己的直播间。谢谢聪明比死的小星星，谢谢老六的灯牌为你闪耀。啥时候参加17团播完？有机会去啊，主要我最近没时间去，后面有时间我就去玩。舍得都是来时路。你还遇到过粉儿的主播发动人来网暴我？我也遇到过，本来在我这里好好的，后来被他撬过去之后，也不知道是说了什么哈，然后导致那个人他不喜欢我就算了，不喜欢我你走了你就走了嘛，对吧？哎，他还要就是那个被挖过去的粉儿还要来我这里别的粉丝那里去骂我，你能忍吗？你能忍？就是本身我对于他被这种人挖走，我其实本身我就不太安逸，我说算了，你走就走了嘛，啊，就当是我没本事留住你，好吧？你走就走了，但是呢，也不知道他们那边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就是反正导致这个人呢，他好像就有点讨厌我吧，也不知道他在讨厌我啥，我对他干啥了吗？我也没干什么呀。但是呢，他都不是一般的讨厌我，他是有点好讨厌我，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而且他那个时候还在我的粉丝群里面嘛，所以说我有时候跟别的粉丝说话，你在粉丝群你就会看得见。然后我这个人呢，现在学乖了，说话还有所保留。我那个时候说话比现在更直，就是群里面有那种我看不惯的，我真的就是会在群里直接跟他骂起来啊！我该出手就出手，然后他就看不惯我了。我不知道他看不惯我什么，他看不惯我 ，OK。你看不惯你就看不惯吧，他就要来私信我的粉丝，
他看不惯我，他来私信我的粉丝吐槽我骂我，何意味啊？何意味？何意味啊？何意味啊？然后呢，我的那个粉丝因为跟我关系又比较好，他就直接把截图甩过来了，直接把截图甩给我看。我一看，我气笑了，我真的气笑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粉丝都是傻逼，对吧？碰到这种事情，你也不可能别人说什么你也就跟着骂你的爱播了吧，对吧？那也不至于啊。也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想的，反正就在我别的粉丝那儿骂，然后我的别的粉丝听完之后就把截图甩给我了。我一看，太精彩了。欢迎美雨，不睡觉是吧？睡的，怎么不睡觉呢？欢迎美雨，谢谢美雨的灯牌，谢谢欢喜的人气票，谢谢谢谢美雨的人气票，还看错了。什么快来吃好吃的？不吃。挺喜欢我的，谢谢。不是，哎呀，我真的就是我那个人的茶味很浓的，但是他直播间的粉丝，他直播间的男粉真的就是真的，他们真的会信，你知道吗？也不知道是不是女生接触的太少了，还是接触的人和事儿太少了，就是有一些人他真的看不出来这个人有问题，你知道吗？然后会跟着他一起来骂我。我说我真的我是，就是家人们能不能有一点基本辨别是非的能力呀？谢谢欢喜的为你闪耀。我有时候真的求了，求大家长个脑子吧。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求那些粉丝长个脑子吧，有没有脑子？加入粉丝团600天了，恭喜你，恭喜粉丝年，马上就加入粉丝团2年了。怀念冰打小风，有机会再给你跳啊。solo 少混圈子会好一些，是的。我不行了，臣妾百口莫辩。哇，百口莫辩！我聊天记录都没删过，你们知道吗？我是一个善于保存聊天记录的人，我可不会删聊天记录。所以说我手机很占内存啊。其实那些聊天记录我保存起来也没什么用，也不是保存，就是我不会删我的聊天记录。但是我很多聊天记录其实也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会换手机，我换了手机，我的聊天记录就没了。所以其实我现在我这手机上也没什么聊天记录。哎呀，真的很好笑。但是呢，那也只是他众多事件里面，我觉得是我还能忍，我忍耐度其实比较高，就是因为跟这一类的人动气也没什么必要，对吧？他就正儿八经恶心到我了，还恶心到我的都还不是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比起别的事情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简直就是洒水了。小风看看 Q 舞蹈有难度吗？这是什么舞啊？我也不会，我看看。好难啊，我学不会。好难啊，我学不会，谢谢。我学不会，我真的学不会哦。学不会。没必要，你没必要
搞这些事情，没必要，没必要。哎，人家装一下可怜，那些粉丝心疼的不得了。对，我就是，哎，不讲，人家装一下可怜，直播间的粉丝想把我杀了吧？我又不是那种会装可怜的人。稍微在当时真的很好笑啊，人家稍微在直播间装个可怜，稍微在直播间稍微在直播间说两句，就是他也，然后有时候会被我们抓包，你知道吗？因为当时他得罪的人特别多，嘛，有时候谁无意间路过他的直播间都会抓包，他又在说谁谁谁坏话，就搁那拐弯抹角说坏话，编导是非能力一流。你时不时的，有时候经过他直播间，你莫名其妙的就听到他在那里，也没指名道姓，但是你莫名其妙你就听到他在那儿说别人坏话。妈妈，哎呀，我听到这个我会笑啊，因为我不是妈妈类型的人。我有时候想拍有些视频的时候，我想把自己的妆造打造的比较靠那个一面，然后我发现我有点我傻不拉几的，我说我没那味儿，你知道吗？我搞不出那味儿，可能因为我没有大波浪吧。其实一般就是网上那种妆造特别会让你想喊妈妈的漂亮女生，她们大部分都是有一头飘逸高颅顶长发，我没有。哎，喂，谢谢关二爷的520人气票，谢谢你的支持。这里不是一个多么有趣的直播间啊，所以哎呦，看到我的，哎，看到没有？我也是会开美颜的哈，我也不是那种直播不开美颜的人。谢谢关二爷，谢谢关二爷的520票，谢谢支持，谢谢支持。还是短发更适合，之前出的长发不如短发惊艳。你也觉得？我觉得步惊云可以学一些韩式温柔大姐姐风格的妆容。韩式温柔大姐姐，有机会试试看吧。欢迎冷啊，静云兄在呢。调过美颜参数吗？肯定要调啊！你当然要调一个适合你的脸的美颜呢。每个人都会调自己的美颜参数的嘛。但是有时候你不得不说，脑子灵活、爱搞小动作的人，有时候他确实混得还不错哈。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时候你也就没招了，没招哦。
仔细想想也是哦，没有手段的人怎么会爬到这么高的位置呢？对吧？谢谢欢喜的66人气票，谢谢。那你承不承认你聪明？我不聪明啊。我聪明，我还在这儿啊。我聪明，我还在这儿啊。生活嘛，对呀，生活嘛，就是这样。我聪明在哪儿啊？谢谢你夸我聪明啊，帅 Q 帅 Q。我聪明我还过这么惨，谢谢你，谢谢你，我就不会遇到这些人这些事儿了。谢谢你，但凡我是个聪明的人，我都不会遇到这些事儿，真是不讲不讲。谢谢苏打的灯牌，谢谢。我比你还惨，起码你没饿死。这里不是比惨环节啊，没有必要比惨啊。咱们就是说，比惨这个就没有什么必要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哈哈，峰姐也是经历过一些事情的人了，所以现在呢，过得还算是比较安稳吧。你说峰姐要挣什么大钱，我肯定是挣不到的啊，我也没有那些手段嘛。啊，你说我要是没钱呢，我也不会没钱，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悠然自得的平民状态。什么就是很多事情我也看淡了。谢谢苏打的灯牌。哎呀，脑子不灵光了，我好像感谢了2遍啊。不要对主播的私生活有如此高的兴趣浓度啊！可以参考一点张元英哦，但是我感觉我的面相就不是一个韩式的长相啊，我并不想把自己发展成那种就是有韩味儿的人啊。他们是好看了，我不知道，但是说不定，主要我也没试过嘛。但是我在没试过之前，我感觉我不是一个特别。我本身对韩这个东西的兴趣就不是很大，只不过有时候碰到那种需要这方面打扮的话，我应该也会去搜一个教程，跟着教程画一画，但是比较少。我以为我穿越了，对，没错，你穿越了。其实你刚来我直播间。我是中国人 ，I'm Chinese。我是 China，I'm from China。我是。哥们儿，我是中国人啊，哥们儿。谢谢神秘人，谢谢老六，谢谢温妮莎，谢谢灯牌。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要验牌。把风
风姐当黑哥们儿整。小峰被黑的最惨的一次，哈哈哈。什么？其实主播现在都挺好的，好看有活力，笑容很有感染力，跳舞也非常有魅力。谢谢。你想找什么样的？我不需要找啊，谢谢。对啊，不要对别人的私生活如此感兴趣啊！有男朋友那又怎样？没有男朋友那又怎样？结了婚又怎样？没结婚又怎样？那咋了？生活都是一样要继续的，咋了？你能多出1块钱来啊？你能多出1块钱来吗？咋了？我能改变你的生活啊？对这些事情这么有兴趣，能改变你的生活吗？欢迎布斯提。欢迎，原来这个神秘人是老岳呀！欢迎老岳。哈哈嗨，哈哈哈哈哈嗨，哈哈嗨！他在说啥呀？有没有人能听懂他在说啥？你找你哥吧，你怨哥对你最啊！有没有人能听懂他在说啥？谁能懂啊？谁懂他在说什么？问个事情，如果看到剪辑或者点子比较好的视频，可以分享到群里吗？可以呀，可以呀，只要不是乱分享东西。我跟你们说，我只要剪到前2天，群里面进来了一个神人，他把我的粉丝1群、2群、3群全都加了，然后疯狂的往我的群里面发一些乱七八糟的视频。你们是不是有一天睡醒了起来，发现我每一个群里在群组都撤回了一大堆消息？有的不知道的宝子还在群里面问发了啥，一连撤回11条。我都不好意思在直播间跟你们讲他发啥了。抖音应该不会办我吧？我能说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2个视频。3个视频 OK， 我别的视频我根本没看，但有3个视频我印象非常深刻，给我大半夜的给我看的鬼火冒哈。一个视频是什么？他分享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小视频还是电影的剪辑片段啊 OK， 人家制造一些剧情在里面剪的一些东西 OK 啊，但是呢那一个片段它是非常的故意。那个片段讲啥？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一个人吧，还是怎么地？然后他对面站了一个男的，然后那个男的他因为那个人的要挟他在干嘛呢？我还看了他给我分享到我群里面的什么狗屁视频，我还看了。然后那个男的在对面干嘛呢？就是他非要让那边那个男的就是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就是那个有人能懂吗？有人能懂我在说什么吗？然后呢，如果他没有满足到，但是就是那个人在对面看，就是如果说达不到他的要求的话，那个人就会死。然后那个人最后不行了，真达不到要求啊，然后就被啪击毙你。OK 啊，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视频。还有两个视频。哎呀，不讲他在干什么东西，你明白就好，不讲。还有2个视频，我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我撤回之前我总得看一下他到底发了个什么玩意儿。还有一个视频是什么？我一点开就是一个巨大的那个牛的皮眼子对着那个镜头啊！哎，不讲，非常恶心。好，第3个视频更恶心的了，真是不讲。第3个被分享来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视频是什么呢？哈哈，第3个，至于我讲的第1个视频，人家电影里面的一些桥段之类的很正常，又是国外的片子嘛，很正常啊。人家有时候为了凸显一些人物，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哎，很正常啊。然后有人会剪辑他的片段也很正常，但是这个人他把一堆乱七八糟的视频这样子分享到我的群里，那就何意味啊？何意味？何意味？然后呢，那还有最后一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视频是什么？封面就写的几个大字，我不知道你们看见没，因为那个时候凌晨了。还好你峰姐是一个凌晨不睡觉的人哈，我但凡是个早睡的人，可能我的群里第2天就要变天了，但是也有可能会被苏醒过来的唐主任首先撤回哈。但是凌晨嘛的，我又不睡觉了，我就看着了，我都不好意思在直播间说，我都不用点开。那个视频的封面赫然几个大字，就是好像说的是什么，如果你发现你的小孩在你的面前自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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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然后你怎么，当时就给我看懵了。我说哇，不讲。他要真想分享这些视频，我先不说这些视频对还是错哈，你真想分享这些视频，你换一个都爱看这样的东西的地方分享呗，你往人家一个博主群里分享这些干啥？何意味呀？何意味啊？大半夜鬼火冒，何意味啊？你被禁言了，禁什么言？啥禁言啊？也为难他把这些视频一个个搜罗起来，竖的，还有很多视频我根本就没点开看，我就点开看了几个，然后我就给他全撤回了。因为别的更多的分享进来了，我都没看，他分享了一串，我的个妈呀，给我吓的，我一个群撤回，完了之后把他踢出群了，又把他拉黑了。我的进群门槛很简单，就是你关注我7天了，你就能进群，我就只有这一个门槛，就是说只要你关注我超过7天就可以进群。峰姐 CPU 真快烧了。哥们儿，有没有人能听懂这个叫这个人在说什么？哥们儿，你在我直播间说了那么多话，你是干嘛？你是不是觉得你说的话，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有魅力？你是在撩我吗？哥们儿，你说在我直播间说那么一大堆，我都看不明白你想说啥。你前言不搭后语，上句不搭下句。何意味呀？直播间有没有人能看懂他在说什么？我没招
谢谢小牛窝子灯牌，谢谢无畏的小星星，你最好看。本来你还以为除了你之外有人互动一下，结果发的什么乱七八糟。对，我不在天津，对。你想到哪句说哪句是吧？你梦到哪句说哪句。谢谢无畏的灯牌。现在1、2、3群哪个热闹一点？都不热闹啊，因为我一般不在群里聊天，所以都不热闹。我就算是一定要说话，我也只会在会员群里说话。还可以设几级灯牌的门槛，我有想过，但是我觉得，但是我没有想，我曾经有想过，但是我想想也没有设置灯牌要求啊。但是确实，如果你设置灯牌要求的话，一定程度上是会规避一些奇怪的人进来的，因为他进来的时候，他还要先考虑到得先给灯牌升个级。但是我想想，算喽。啊，喜欢我没毛病啊，但是你讲话有点奇怪哈。喜欢我当然没毛病啊，我也喜欢直播间的大家，对吧？你不会是真喝多了吧？别刷屏啊！我不是天津人，哥们儿，你能别刷屏吗？居然在这里刷到小峰，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刷到我吧？你真谁在怪你啊？你又在莫名其妙的承认什么错啊？哎呀，谁要你认错啊？啊，你在这边第一次刷到我啊？我，因为你这个名字我是很熟的，你知道吧？谢谢关注我，谢谢 L11 的关注。你说话很难让人不笑啊，因为我都看不懂你在说啥。不是很熟，是你这个名字我是熟的，因为我经常看到那个桃子 C 这个网名和你这个头像，你知道吗？嗯。你不知道，你要真不知道说啥，那你就别说了。你算我哪门子大哥啊，哥，我求你了，你算我哪门子大哥啊？你甚至连我的灯牌都没有，我真求你了。你再这样，我真的要截你图了。谢谢兔兔的胡萝卜。
啊，我一般在成都啊。啊。OK， 谢谢你，祝我直播长红，开心快乐，你也要开心快乐啊！谢谢谢谢谢谢。Hello， 你好你好，我们来一把吗？好呀，行，那我们结尾盲盒可以吗？可以。那你玩过程吗？过程你说吧。过程的话咱们听邮票的，就不必卖。哦 ，OK， 好。我这个发型还挺亮，像潘美辰，发现没有？手里翻倍的家人们，我们拿个手胜下播啊，拿个手胜下播。拿不拿到不知道啊，流程走一下，走一个拿手胜的流程。手里翻倍的家人们，谢谢喵老师的为你花开，谢谢喵老师。有机会来广州玩，好，有机会来广州玩。还有10秒哦，还有10秒哦，还有宝子，还有宝子那个手里翻倍吗？谢谢呆呆，谢谢呆呆的好事，花生，谢谢呆呆。我等一下回来再唱歌哈。拿我那个过程让对面小小的妹妹，哎呀，我也不知道该干啥，我也不知道该干啥，那就啥都不干吧。就给大家做个鬼脸吧。鬼脸怎么做？就是挺可爱的，好可爱的鬼脸。谢谢我福哥的热气球皮上飘，我家大哥已经要带我独领风骚了，我跟你讲啊。好了，我的鬼脸已经做完了，有没有带你大哥笑一笑？有没有带上你大哥笑一笑呢？OK 啊，看看这次的，哇塞，这次不是凑人数要求啊，差200，需要一个比心了，4 PK 值过加成啊，家人们需要多少？不会算数啊。他们的那个标程可能比我们多。需要超过两个比心啊。我们只需要1个比心就够了。谢谢苏打，谢谢苏打棒棒糖。我们还差231 PK 值，可能需要2个比心或者2个不是比心啊，墨镜啊，2个墨镜加一个加油那个什么加油呀什么的，应该就。OK， 谢谢喵老师，谢谢喵老师比心，谢谢喵老师比心，还差32 PK 值，差32 PK 值。我看他的来送32个小星星就可以啊，32个小星星就可以啊。一个比心兔兔过啦，过了加成，对面过加成了，咱还没过呢。你们家不是过了吗？还没过，还差17 PK 值，我还没过，还差2 PK 值，还差2，来2个小星星，2个小星星。谢谢呆呆的加油呀，谢谢呆呆的2个加油呀，还差2个小星星。谢谢兔兔，谢谢兔兔小星星，还差8秒，谢谢。那我们还差8秒，对面大哥手下留情啊！谢谢这位雪灯牌，加成了，家人们，加成了。54秒，黄金时间，现在54秒，1.5倍翻倍当中，加成了，谢谢楚楚，谢谢我楚楚的粉楚楚。那可以叫我对面美丽的小姐姐来3个蹲起吗？谢谢兔兔，谢谢兔兔，让我拿票就让我都蹲起啊！3个就好，3个就好，你马上就能让我做了，哇塞，要超过我了，我的个天！还差一丢丢超过他们家，只差几10票了。
守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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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塔。这还在加成当中呢，还差10几秒的加成，趁着这个加成的机会，趁着这个加成的机会，咱们还有14秒呢，趁这个加成的机会，咱们多攒票，多攒攒票，还差几秒钟，还差几秒钟，看能不能再攒一点票。谢谢谢谢喵老师，真爱玫瑰，谢谢喵老师，谢谢谢谢。看能不能再攒攒票。149票过来。谢谢我哥。现在就看最后几秒钟了。那个，我也想去搞个发型，搞个与众不同的发型。我觉得我天天都是这个发型啊！你也想搞这种啊？可以试试啊。但是需要一个能听得懂你要求的理发师啊，这个很重要。我来看一下哈，看一下行情啊。最后10几秒，最后10几秒。收塔，收塔，收塔！最后几秒钟。他们家1900，我们家1200。他们家不守啊。我家哥说他们打手胜，咱们就不守吧。真假的？这么好？他们家打手胜，我家哥说了，让你们家打手胜哈。这么好？来，等一下，我先感谢一下我们家哥哥啊。谢谢喵老师，感谢喵老师支持，谢谢我们的喵老师，谢谢我们兔兔支持，谢谢呆支持，谢谢苏打支持，谢谢最贝手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是今天咱们的12点过的第一把 PK 哈，是不是第一把呀？对。我也是第一把，你也是第一，你是手势那你罚吗，小姐姐？这有什么好意思呢？你们都已经手下留情了。因为这个票很好抄啊！你对面大哥手下留情，让我拿了个手胜啊！我家哥说对面打手胜，他说我们不守吧，他说我们等下一把吧，他说好的，谢谢哥。那我要个护官吧。好呀。那我们有时间再玩吧。好，祝你一路长虹哦。好的，拜拜。你每天都是这个时间点播吗？我不好说，因为我播的很乱，但是一般晚上多一点啊。就随性是吧？对。挺好，真的挺好。随性播，还有天哪，都灯牌16级大哥，这好几个了，好优秀哦。没有。很优秀了。那好的，那咱们就撤了哈，拜拜。祝咱们的小峰一路长虹。好，一路长虹。好，拜拜。那当然没有了，因为其实大部分愿意支持我的家人，他都不是一个纯靠网络看我直播那样子来支持我的。咱们有线下羁绊的，好吧，这不一样。哎呦，就是不要小瞧我们之间的羁绊啊！好中二啊！不要小瞧我们之间的羁绊呐！哎呀，我有时候都在想，要不要去常驻真正他们团播直播间了？但是呢，我也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因为我有时候我就是特别那个时候，我有时候也会在家里想，哎呀，要不去跟他们混好了。但是有时候我也觉得，算了吧，算了吧。我感觉我不是那块料。其一是我感觉我不是那块料，其二是我感觉我我的志真不在就是直播上，不管是个播还是团播，就是我志不在此。可以临时过去玩一下，对，临时过去玩，谢谢。
谢谢喵老师，谢谢喵老师啊，谢谢我们的 MVP 喵老师。我们喵老师拍照特别好看啊，算是非常负责的摄影一枚啊，就是非常就是我感觉我在欢乐谷遇到的大部分，就是除了喜欢我们、支持我们，然后呢也会帮我们拍一些照片、视频，拍一些视频。对，喵老师主要拍视频啊，就是拍视频或者是拍照的家人们，大部分都还是比较正常的。我觉得我很幸运能碰到这么多正常人啊。不是我这么夸人，你们会不会听着觉得很好笑啊？就是哪有人夸人是正常人这么夸的？但是我真的觉得现在的正常人已经不多了，所以我觉得我有幸能遇到这么多正常人，真的很好啊，我运气很好啊。团播那边都要维护大哥不容易的，确实是，大家也知道我不是一个会去维护的人，我是那种你不找我就懒，我是绝对不会给你私信的那种啊。谢，欢迎不会声音来，能关美颜看吗？不能，别夸我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得好意思，你真拍挺好的，喵老师拍视频都挺好看的。真的可以。这跟我喜不喜欢被动有什么关系啊？这不是被动主动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没有什么需要，就是没什么大事就。哦，哎呀，我的这个耳返突然没声音了，就是你没什么大事，有什么好聊的呢？对吧？所以我从来也不会去私信大家聊有的没的。我一般真跟大家聊天了，肯定要不然是你们找我，要不然就是真有啥事儿讲两句儿。一般，所以说一般我不说话。我们那位讲梦话的兄弟走了。我们那位讲梦话的兄弟，走了。欢迎嘟嘟噜，谢谢嘟嘟噜的灯牌。追到了，等他他估计醒了也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了吧？除非有人把聊天记录给他看，不然他也不知道他在我直播间说啥了。就感觉他在说梦话，真的很好笑。你也喜欢这种有距离的关系？有啥事直播间聊？我有时候碰到那种特别烦的，就是你要真有事找我，合理的我肯定会回啊，就是那种莫名其妙没啥事发点有的没的那种，我一般也不会讲话呀，或者说是偶尔的可能会礼貌回一下吧。然后有的人讲话讲特别多的时候，我真的会有种疑问，我说你有啥话是不能在群里说，不能在直播间讲的？你私信我讲那么一大堆废话，要我干啥呀？你要干啥呀？我也不能骂他吧，我只能好，行。或者直接我就不回了，我就不看了，我点都不想点开，更别说那种私信我说屁话的就更好笑了。我跟你们说，哎呀，欢迎搅拌机，晚上好，真的很好笑，我真服了。我可以给你们念点有趣的陌生人消息啊，真的很好笑啊！给我发3个省略号，啥意思啊？给我发3省略号，他是想干嘛？然后给我发个比心，是想让我回你什么呢？看不懂，给我发
发2个字，玩啊，我玩你妈的！说脏话了，不好意思，但是我的内心想法确实就是我玩你。还有人给我发1个字，该。咋了？我触犯天条了？我啥事儿我就该呀？我咋了？我该？我怎么我犯罪了吗？我该你的是吧？我该我啥呀？啥玩意儿啊？啥？还有给我发消息说，好像在那些网站看到你，哪些网站啊？又要给我造什么谣啊？我真没招了。还有甚者私信我2个字，嫂子。何一威啊？我跟你很熟吗？何一威呀，我受不了了。还有给我发4个大字，合作滴滴。好高傲的人！什么叫合作滴滴？你要跟我合作啥？你要干嘛？你给我私信一个合作滴滴，然后让我来联系，没招了。私信我，你好美女，不好意思打扰你了，这是我兄弟。有一个最好笑了，他私信我，转一顿饭钱可以吗？好饿好冷。我不知道他给多少个人发过啊，不会真有人给他转钱吧？还有那种私信我给我发一个问号的，给我发一个问号。什么？别说了，小峰，我还经常收到莫名其妙的私信的，是不是因为他们以为你是女的呀，就给你发一些莫名其妙的私信，而且是或者说有一些人因为看你账号拍女生特别多之后，他想认识那么多漂亮妹妹，然后给你发一些乱七八糟的私信啊，肯定有这种人。有的还想撩你的，跟你说小姐姐你跳舞真不错，认识一下。啊！谢谢白总灯牌啊，好搞笑哦。真的好搞笑啊，好搞笑啊！不讲啊。好美，谢谢关注，谢谢一的灯牌。猫老师全是舞团视频，那他也能看得出来，就是他有没有想过视频里面的人都长得不一样啊？一会儿又是拍这个，一会儿又是拍那个的，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他没有想过为什么吗？那当然是因为你热爱生活，分享大家的跳舞片段啊。女团下个赛季可能又要换人了，正常的，换呗。兔子最近和目前的昵称有时进直播间，
主播误以为你是女生。确实会的，会有这种名字上的刻板印象，会觉得你是女生，确实有啊，会的会的。小峰打扮最亮眼，虽说长得一般。OK， 谢谢你。不管怎么样，你也是对我有所肯定的啊，谢谢你。我去上个厕所啊，顺便再开一个布丁，因为它真的很好吃。OK， 回来喽。哇，有点冷，有点冷，有点冷。有点小冷啊，家人们。小峰就是喜欢蓝色，还可以啊。对啊，喜欢。但是我也有别的喜欢的颜色的。鲜品，鲜品，
斯奶鲜品，太好吃了！鲜品。说起这个，以后我也会，我感觉我也要我也要买一个相机了，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实现我买相机这件事儿啊，感觉要实现这个事儿有点难。我现在用的就是索尼啊，小峰现在直播，现在清晰度可以了，我觉得一般就，尤其是我离远了，就是你没有办法达到那种质感特别高、特别好看的那种，就是你用相机直播出来的东西是真的不一样啊，那个质感真的很高级。老高级了，而且相机调出来的美颜特别好看，不是我现在这种摄像头能调得出来的。乱讲话的，不管你是不是开玩笑，请你滚出我的直播间！我不需要你这样的粉丝，谢谢。卡尔，卡尔，可爱呢？你是不是很可爱？不可爱。我们的小卡尔来了，小卡尔，小卡尔，小卡尔真可爱呀！小卡尔真可爱呀！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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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卡尔。他好搞笑，昨天被在厕所关了一晚上，他就不知道他在厕所，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门的时候溜进去了，然后主要是他无声无息的，他也不发出声音，根本不知道那里面有一只猫啊，他也不哭不闹的，我的个妈呀，无声无息。然后第二天睡一天起来之后，在家里找遍了都找不到猫，实在是找不到了，把厕所门一开一看，他在厕所。哎，真的就是他太佛系了，太不哭不闹了。我感觉这样的猫，它要是真发生了什么危险，它都不知道啊。它哪天自己怎么嘎的，它都不知道啊！我天哪！因为它不管处于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它都不哭不闹的，它也不发出声音，你也找不到它。哎呦，我的妈呀！现在发际线堪忧的，现在大部分人都发际线堪忧啊，这是并不是什么值得拿出来提的话哈。现在有几个发际线不堪忧的呢？没机会线下看到卡尔，这个确实没什么机会啊。因为我还是比较害怕把猫带出去之后，它就万一跑丢了之类的。还是比较怕的。
是噻，你看哈儿几点了嘞？我还要拍抖音，老鼻子。想对你说句晚安，对你说句晚安，晚安晚安呀。星星已经睡了，月亮已经睡了，只想对你说一句晚安。无论阴天下雨。对呀，剪辑剪映和那个 Wink 特别好用啊，一个剪辑一个美颜，超好用。还是你的呼吸，想着你的心，每一厘米，我猜心跳都已经乱了拍，奇怪。有小鹿跑出来，我想一阵清风，而你是海，装进你蔚蓝色的胸怀。想对你说句晚安，对你说句晚安，对你说句晚安，晚安呀。星星已经睡了，月亮已经睡了，你会梦见谁呢？听你说句晚安，听你说句晚安，听你说句晚安，晚安呀。关了灯的夜晚，关不掉的浪漫，只想听你说一句晚安。谢谢谢谢如此的灯牌。其实现在很多妹妹都喜欢自己 P， 哈哈。哎呀，我可讨厌 P 图了，我超讨厌 P 图。无论你的表情，还是你的呼吸，想着你。就如果说是大家 P 完了之后发给我，我有就是碰到那种约拍的摄影。比如说拍完之后，他 P 完了发我又觉得不是特别那个啥的地方，我自己再2P 改一下，我都可以接受啊。但是如果只是单拍完了之后就发给我，让我自己 P， 我真会疯啊。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摄影就会发现，他这套图永远都出不来了，因为我真的不想 P。当然，要是多催我几次呢，我可能也会给他 P 出来吧。但是我也 P 不了几张。想听你说句晚安，听你说句晚安，听你说句晚安，晚安呀。关了灯的夜晚，关不掉的浪漫。可以现场直说啊，那很厉害哦。想对你说句晚安，对你说句晚安，晚安晚安呀。星星已经睡了，月亮已经睡了，你会梦见谁呢？想听你说句晚安，听你说句晚安，听你说句晚安，晚安呀。关了灯的夜晚，关不掉的浪漫，只想听你说一句晚安。哎呀，我接受度很高的，只要你不把我高 P， 不把我 P 成网红脸，你就前 P 一下，自然一点，我几乎都是很满意的。我要求真不高，但是我真的不喜欢自己 P 图，你们知道吗？哎，我找到这首歌了喂！我居然找到这首歌了。就是他自己播放下一首播到的啊，那我就可以把它加回去了。
下次直播就可以给大家看我的写真长什么样啦！好。好了，家人们，谢谢妙老师直播间的智趣陪伴，晚安。谢谢戴总直播间的智趣陪伴，晚安。早上好。谢谢兔兔直播间的智趣陪伴，晚安。谢谢二哥，晚安。谢谢无粉，晚安。谢谢白白，晚安。南瓜，晚安。问你不要猜，晚安。80大叔，晚安。ENTICE，晚安。哇，好多英文啊 MARCHALL。GUO 晚安，清醒在被反的让姐晚安，楼宇晚安，蓝调晚安，用户8673晚安 ，TBSD 晚安，今天晚安，家人们晚安。拜拜拜拜，谢谢白总小心心，拜拜，下次见。